是趙少康，歡迎你來到 TVBS 趙少康戰情室。咱們向特別來賓林亮君議員、蘭萱小姐、柯正委員、林佩祥委員、江敏清院長。伊朗啊，那川普想抽腿，那現在就講了說，荷姆茲海峽當時開不開放，不在我們打它的這個目標之一，我們打它只是把它核燃料。濃縮鈾叫他不要再搞了，然後把他飛彈給他毀了，把他無人機基地給他毀了就好了，然後把他那個頭都一下都斬殺掉了。我們從來沒有說談到什麼荷姆茲海峽嘛，而且荷姆茲海峽賣的油啊氣啊，也不是賣到美國來，是賣到中國，賣到這個南韓啊，賣到台灣，賣到你們的亞洲國家。所以呢，你們這些朋友們，你們自己去打通吧，這關我什麼事情啊？所以你看就是說你要打，你可以有100個理由；你要不打，你也有100個理由，反正隨便你講啊。而且川普說伊朗也在求和了嘛，他就叫我們和談啊。所以呢，不管談成談不成，美軍都會撤離，講得多好。我們願意談，談得成很好，談不成無所謂。那反正我們都要走，就是了啊。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就這意思啊。成之我幸，不成我命嘛啊。好，不成是這個伊朗的問題，所以川普說戰爭很快結束，那這個我撤出荷姆茲海峽就會自動開放了，油價就會下跌的，別緊張，不要急啊。而且呢，他的這個國務卿也說，終點線都看到了，我們之間現在都透過什麼巴基斯坦這些中間人傳話，我們不排除直接跟他談話，直接跟他談了不叫中間人。那川普呢？這個發表談話啊，那反正川普就說，現在問題在這邊，川普到現在為止已經改變了12次他的講法，要打不打4個禮拜，很快6個禮拜，12次，然後全世界股市又跟着動，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他的家族跟他朋友不知道獲得多少好處了。那CNN說，現在換川普沒有什麼手上的牌了。川普很想講，你沒有牌，他跟澤倫斯基講 ，You have no cards， 你沒有牌，你沒有籌碼。現在川普沒牌，所以呢，伊朗反而對荷姆茲有主導權，所以呢，現在戰爭打不下去，也停不了，因為你要停也不是那麼容易，你怎麼停呢？美軍現在3個航空母艦，每個航空母艦上5500到6000人，這個從琉球調了2500個這個陸戰隊，又從美國南卡羅來納那邊調了這個2-3千個這個空降師。全世界不都擠在那邊？現在我們回家吧，其實很有點尷尬哈。所以呢，但是《紐約時報》說伊朗高層也大亂，是頭都被殺了，怎麼不亂呢？這叫群雄無首嘛。大家現在頭沒有人，幫派老大被殺，每個小弟起來都要做老大。其實現在情況就這樣那還活的官員，什麼總統啊、議長啊，不敢打電話。因為生怕電話一打就被人家偵測到你在哪裡了，然後就斬首你，所以搞成這樣子所以呢，現在要找誰談也都麻煩那川普說想收手了，但是呢，盟友叫他繼續幹最陰的就是阿聯酋，杜拜就是阿聯我剛剛去查了一下，因為我去杜拜2次，每次去比如說開車的巴基斯坦人，醫生可能是什麼歐洲人，他們說連法官都是外國人。他說阿聯人只有你看那個戴那個頭巾，很特別一種頭巾，阿聯人其他頭巾還都不是阿聯人。我剛查了一下，阿聯現在有1100萬人，真正阿聯人只有100多萬，其他全部是外來人口，全部是外來，他聘外國人來幫他做事，這樣子福利好得很你結婚政府給你個房子，你要出國讀書政府給你付學費因為他有油嘛那現在阿聯說要入侵不能停把他打垮。開始的時候他們還反對，所以你沒有告訴我我怎麼去打。現在發覺哇，打了興起，趕快趁機把他打敗。而且說呢，阿聯說我可以派兵幫你打通荷姆茲，我派兵去但是我就講阿聯都是傭兵他自己就100多萬人，其他1000萬是外來人口美國第82空降師好幾個精兵也到了，因為他要時間現在都到那邊了。那川普明天這個要講什麼？他說不幹了到底怎麼回事那另外呢，這個伊朗逼這個所謂叛軍在紅海那邊，在荷姆茲打，紅海要打那個青年運動我們看一下。
高油價也反映在美國本土，尤其仰賴開車通勤的加州，出現每加侖逼近$9，約290台幣的高價，是全美平均油價的2倍。荷包變扁，源頭就是美國打伊朗。現在白宮宣布，美國時間4月1日晚上9點，也就是台灣時間2日上午9點，川普將針對伊朗情勢發表電視演說。I would say that within 2 weeks, maybe 3, we're hitting them very hard. Last night we knocked out tremendous amounts of missile-making facilities. I think we're 2 or 3 weeks. We'll leave.Because there's no reason for us to do that. 荷姆茲海峽還在封鎖中，川普現在不只想收兵，還要歐洲盟友自己解決石油問題。That's not for us. That'll be for France. That'll be for whoever's using the strait. But I think when we leave, probably that's all cleared up. 無論如何，美伊停戰出現曙光，市場風險溢價回吐也帶動亞股。香港恆指小漲開出，日經指數跳漲超過4個百分點，韓國綜合股價指數則大漲超過6%。你可以看到出來啊，就誠如剛剛趙大哥所提到的，川普大概變了12次了啊。他永遠每次告訴你有沒有發現，他最喜歡講一句話 ：2 weeks，2 weeks，2個禮拜，2個禮拜就可以結束了。就我們聽了多少2個禮拜，這2個禮拜就代表着完全沒有任何的確定，也不知道終點在哪裡。他就是他的一個政治的一個話語。不過這次真的是有點踢到了一個鐵板。比如說他所提到，他們已經摧毀了他們的核的一個設備，但是呢，美國的這個國際的那個所謂的能源組織的 IAEA 並沒有顯示這個伊朗的核設備或是核是被摧毀的，目前為止沒有看到這樣的一個訊息，甚至很多人都認為說他們還是在做有關於不管是這個鈾或等等的這個的生產，所以這個部分的川普來說的話，並沒有辦法說服大家。其實大家就比較大的一個理由就是來自於目前來說，荷姆斯海峽是被掌控的，而且是被革命軍所掌控的，即使跟美國沒有關係，但是你不要忘記，所有的灣區國家遭受很大的一個損失，因為呢，他們就是因為過去因為靠油，然後呢很有錢，所以投資的美債，投資了他們公債，投資了他們的股市。那現在不管是油田或者整個戰爭，事實上在美國的繁榮程度上面，是讓這些灣區的這些沿岸的國家是受到非常大的損失，美國相對而言也會有損失，所以大家都會開始在思考，他們雖然給他一些的正念一個威嚇，但是不足以摧毀。而如果不足以摧毀，您把它打到地面戰爭一樣的話，那就是下一個伊拉克嘛，下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的阿富汗嘛。美國有沒有辦法承載這樣子的一個損害？不要忘記的，一個禮拜90億美金，他們目前要求戰爭部再撥2000億美金。國會目前為止對於2000億是開始有這種反彈的聲音出現了。那川普面對於其中的選舉，還有面對於他們這些有錢國家開始從他們的這個股市裡面來撤手，如果說荷姆斯海峽對美國沒有那麼大的影響，那川普為什麼解除了俄羅斯所謂的石油的禁運？為什麼還是做了很多寬鬆的一個所謂的決定？甚至他要談論的這個總統，對不起，這個總統他是屬於比較溫和派的，他是願意談的，但他有沒有辦法代表出來談？真正談的應該還是革命軍跟哈米尼的兒子。那兒子到目前為止並沒有現身，而且哈米尼兒子對他來說的話，父親的殺父之痛啊，所以說他們目前為止為什麼會大亂？就是你根本連誰要來跟你談你都不知道，所以就只看到我們的川普總統不斷的在放話，然後呢，他也預估應該趕快要結束，所以他只是尋求一個漂亮的台階，可以讓他轉身下台，然後趕快把這件事情解決，剩下的事情丟給其他的國家，好好的顧好他通膨、他的能源、他等等事情所造成的影響。最重要是期中選舉，他有沒有辦法從這裡面得到任何的一個好處或是壞處？這才是應該觀察的。不管怎樣，他的家族都已經賺滿滿了。我覺得，我們看一下海灣國家現在怎麼 push 這個川普。美國中央司令部公布這段最新影像，炮火瞄準伊朗當地建築物，還有卡車、飛機也被一一轟炸，持續加強打擊力道。Defense system is engaging intensively, and different areas of Tehran are being attacked. In the past 2 days, attacks have been intensifying across the country, especially Tehran. 中央司令部也證實，美軍2棲突擊艦蒂黎波里號已經航行到印度洋上，抵達中東中央司令部責任區。Who's paying for the cost of this war? Will those Arab countries step up to do just that? Well, I think it's something the president would be quite interested in calling them to do.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雖然荷姆茲海峽問題還沒解決，但川普似乎有意就此收手。不過，波灣國家卻在游說美國繼續打下去，包括沙烏地阿拉伯、阿聯等國都私下敦促美國繼續對伊朗作戰，直到不讓伊朗構成威脅為止。而阿曼還有卡達則傾向透過外交途徑解決。Some of the Gulf states actually clearly want the U.S. to really push forward and make sure that Iran can be completely defanged, as they've called it. Some of them actually want an off-ramp immediately. 不过，专家認為，伊朗對跟美國的談判誠意已經產生質疑。That we had in June negotiations going on with the U.S. and then the U.S. struck. We had in January negotiations going on and then the U.S. struck. 此外，伊朗國安委員會初步批准針對荷姆茲海峽徵收過路費的法案。未來除了美國、以色列船隻不能通過之外，其他船隻想進入荷姆茲海峽，可能要繳交200萬美元的通行費。來，佩強，有人注意到川普現在上任436天而已嗎？別人說他現在整個任期只過不到1/3，那我們這過去的400多天來到底經歷了些什麼？我會認為說現在的狀況，以川普的這些談話來講，他很明顯的，他現在把這個最難實現的目標，也就是政權輪替，把它換到一個新的目標。就是針對說，他說不要讓核武不要擴散，所以與其說是他的一個目標，倒不如說是另外一個話術，他把本來比較簡單的目標轉移成主要目標。至於說政權已經有沒有輪替啊，反正哈梅尼都已經被我們斬首掉了，一堆人都被我們斬首掉了，所以政權自然會輪替。但事實上可能跟我們知道可能差之甚遠，甚至說我們可以這樣大膽假設。未來從今天是4月1號，本來是說到4月9號，他說要宣布結束戰爭，可是現在看起來可能又要2個禮拜，就跟剛情人節一樣，川普每次都是2 weeks，所以從今天4月1號到4月12號，看川普有沒有繼續再用空襲、再用精準打擊去打擊他們的核武設施、軍事設施，然後製造出來假象說，嘿，我們已經防止核武擴散了，所以我們的主要目標達到了，那 we won。這可不可能川普用的一個方式？我覺得極有可能。如果在短時間它能夠結束的話，但是現在又出來其他2個狀況，就是美國現在想停了，但是伊朗他想不想停？為什麼是這些國家們說出來說啊？我們希望你們地面部隊進去，因為你美國走了之後，這些伊朗人，這些充滿仇恨的伊朗人，他可能不一定第一時間會到美國去造成傷害，可是對旁邊的國家可能都有威脅啊。除非保持中立這幾個，所以現在反而是這些國家，其實裡面還漏到一個最大的國家最擔心叫以色列，因為其實這整場美伊戰爭，以色列是中間最大的推手，尤其是納坦雅胡。那如果美國真的不做了之後呢，我們就會看到以色列現在連這個沙烏地阿拉伯都出來了，就變成是說，一方面趁他病取他命，另外一方面，你走了，我們還要承擔這些風險。所以這種看起來講，我們看到的是每天的情況都在變。那未來這10天到12天，會是美伊戰爭怎麼樣收場最關鍵的地方。當然，我們剛剛看到另外一個新聞，我們常講說，國際談判之間很重要是實力，再來是互信基礎。至少你有人可以談，至少你有窗口可以去接觸。但是在現在美伊戰爭，現在說他們要坐下來談。我不敢跟你坐下來談啊！剛剛我們看到這個大西洋理事會的這個高級官員都講了說，他們談一談，美國就攻擊；他們再談一談，美國就再攻擊。這種邊打邊談，導致說美國現在在伊朗的互信基礎甚至沒有任何信用度可言的情況之下，沒有人會願意跟他們談。而且我們也要注意到，現在已經達到這種程度了。伊朗9000萬充滿仇恨的民族，他們如果誰去真跟美國談，會不會不只是被以色列跟美國攻擊，搞不好他們伊朗人本身說你是不是賣國賊，你就是美國同路人，這種話會不會講出來？而且他們直接攻擊是完全沒有底線的。所以我會認為說，牽一髮而動全身，看未來這10天之內，他們是不是跟我剛預測劇本一樣，用空襲、用精準打擊來代替說，我們真的派地面部隊進去，派地面部隊，可能最大的得利者反而是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派地面部隊，他人是不少了，他現在中東他集結將近5萬人，可是5萬人我不是當時講嘛，他打伊拉克的時候，當時派進160萬軍隊，160萬人。經常要搞到因為你要去攻人，要10倍的《孫子兵法》講嘛，你要去打人家是要10倍的兵力啊。好，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他是5萬人進去到那個
那麼多山的國家，比台灣大45倍哈，一进去以后可能就不見了哦。那所以他絕對不能打長久戰，一定是去把那個哈格島拿了以後，立刻幾個據點，然後就談，就要不要談？他只有這樣以戰逼和啦，哦，否則的話打長期戰爭，而且老美的個性也不適合打長期戰爭，他沒有耐性，他真的沒有耐性。一個公司哈，你跟他說我給你做個3年計劃、5年計劃，誰看你3、5年計劃？你這一季做不好，下一季做不好，你CEO就滾蛋了啦。休息一下再回來。因為川普說可以停了反正呢談得成談不成都沒關係已經在鋪路了那伊朗那邊也說他們也願意談啊，沒有說不願意談啊只是美國的條件他們不能接受啊所以呢看起來大家就不想再繼續打下去了啦，所以有一點轉機，所以呢昨天晚上的道瓊飆漲1125點，漲很多，開始200-300點，哇，早上一起來看怎麼漲那麼多？昨天的台積電的 ADR 漲7%，從美國那邊看那當然就帶動今天嘛那另外呢，這個聯合國說再打下去，中東戰爭可能會把阿拉伯國家去年的經濟成長不錯，通通吃光光那巴菲特退休了好久沒出來，巴菲特說銀行體系怕會劇院失火，所以呢，如果這個銀行出問題，中東繼續打的話呢，將來可能很麻煩，全世界都很麻煩。所以呢，現在大家全世界都看核武資，所以核武資可能會開放，所以呢，哇，昨天股市大漲。但是呢，分析師說還有3大變數，因為隨時會變的，你也不知道川普明天又講些什麼，真的不知道他講什麼而且他講的也不一定是真的問題在這裡他上次開始炸伊朗的那個禮拜，我們在節目還看資料，還說下禮拜就可能會達成什麼協議了，這個禮拜就給你炸了，那怎樣那荷姆茲海峽會不會真的重啟？這是一個觀察重點第二個重點是中東能源設施損害了多少？就算重啟了，油田也炸壞了，氣田也炸壞了，要整個重啟好幾年了，那這時候這個生產量會不會減少？還有呢，就是企業獲利預期怎樣？企業如果不獲利，經濟就不會好嘛。要企業獲利才能夠轉到員工獲利，才能慢慢把整個社會帶起來嘛。所以要觀察這3點那川普也認了，說荷姆茲就算不解封，就算伊朗繼續控制，繼續收費，我也願意收兵所以呢，美股期指昨天一聽完以後就哇 V 型反轉本來是黑的變紅了，油價也下殺了美元也回落了因為打仗的時候美元還是比較可靠的貨幣，所以雖然美國要記我們301，很怕逼我們台幣升值，但是台幣還沒升就先貶了。昨天央行力主才守住32，這個很大的用力為什麼？因為美元漲其實不是台幣貶，是美元漲台幣就貶了嘛，就是這樣子那另外呢，川普也明確表示這個我不要搞太久了，2個禮拜之內要撤軍，所以股民呢就很樂觀說會上4萬點大家很高興，因為前陣跌了，所以現在有一點希望，大家就很高興。我們看一下。美伊衝突釋出緩和訊號，美股3大指數創下近1年來單日最大漲幅，激勵台股暴力反彈。4月1號愚人節不開玩笑，開盤狂漲1000點，盤中最高漲1416點，收復季線回到33000點大關，創下盤中史上第2大漲點。台積電盤中一度上漲85元，來到1845元；台達電上漲115元，攻回1495元。日月光一度亮紅燈，股價361元。記憶體概念股回神，旺宏鎖住漲停板，群聯盤中最高漲140元，威剛漲30元。矽光子相關盤中所漲停的有聯亞來到1730元，上詮股價來到605元。但每年股民最擔憂的清明變盤又要來了。美伊戰爭之下其實統計數據跟分析大概都沒有太大的準確性。連假過後，股市應該還是會有比較大的波動，但這個波動不一定是下跌。比如說，如果美國能夠接受伊朗的條件，就此止戰，那清明節變盤就是很明顯的往上，那幾率很大。過往數據跟分析都失靈，台股不斷震盪波動，後市表現還得看川普投顧怎麼說。清明連假後會不會變盤？分析師認為還是得持續關注國際局勢走向。來，明清兄院長，是這個飛彈打中東。
油價打白宮。川普的戰場不在伊朗，表面上是，其實他是後院失火。根據路透社跟 IPOS， 就是這2天的民調，66%美國民眾希望趕快結束戰爭 ，whatever it takes， 不論用任何方法趕快結束。然後他的盟友呢 ，NATO 第5條，川普勒索人家說：“你趕快都來幫忙打。”西班牙總理說：“我們不願意介入。”意大利也不打。我的基地不借你。那法國還示好。川普昨天在《紐約時報》接受訪問，還講說，美國會記得啊，這個法國呢是一個不可靠的盟友，我們會記住這一點。所以 NATO 也不願意介入。另外給各位看一個資料，3月28號更大一波，大家沒有注意到，第3波的 No Kings。這一次的3月28號有50個州，超過3200場，這次人數超過近1000萬人，而且很重要的是2/3都發生在主要城市之外。換句話說，小社區參與的人比過去去年2次都比還更多，多了40%。他給一個結論，就平常啊不太抗議的人，這些通出來了，家庭主婦啦、老人家他的醫療保險啊等等，他們為自己而戰，所以他等於是從過去那種價值的對立轉成生活的痛感啊。剛各位看到說這個油價漲到，我剛剛寫的是4塊錢啊，昨天呢今天已經到8塊錢了。給各位看一個，這個是《紐約時報》寫的標題，實在是太好玩了啊！他說呢，伊朗就用美國的劇本對付川普，因為通常過去呢，美國的劇本就是他不需要把對手完全摧毀，讓對方下。比方他以前上次對伊朗的戰爭的時候，就是恐嚇所有的銀行，接觸伊朗的，我要讓你退出美元體系，所有的銀行自動退縮。那這一次伊朗也用同樣的方式，因為荷姆茲海峽各位知道最狹窄的地方只有30公里，你不要說派大軍了。他就用那個每一架5000塊、6000塊的無人機，一次出動100架、200架，那就夠了。然後他可能不是每一次都炸，偶爾炸，偶爾不炸。他宣布着哪些國家友好，哪些國家不友好。那所有的船只當然不管會經過那個地方，會繞道而行。這種情況之下，不要忘記，就荷姆茲海峽，它控制了全球1/5的石油跟 LNG 啊，就液態天然氣的通路，等於伊朗掐住了是大家的喉管了。所以這種情況之下，當油價跟美國從東到西岸的各州的加油站都在漲的時候，我們台灣的油價也漲了啊！開這2天漲，每一公升要漲1塊錢多了啊！才它漲起來，也就是說這個價格都漲的時候，其實對伊朗而言，它是本小利多啊；對川普來說，它是不可承受的重。剛剛之前講到一個重點，這一次跟過去的伊拉克打的不一樣，是這一次馬上就要期中選舉，它不能撐那麼久。而且川普的個性也沒辦法撐那麼久，所以他現在的方式就是把目標前面講大，後面開始講完，說呢，我現在已經政權輪替了，所以不論未來如何，我們至少達到伊朗不能永和，我就勝利了。伊朗馬上那個外事的那個主管馬上出來講說，我們只是我們尊敬的領導人，這個事實而已，我們的政權沒有改變，所以也就是說他政權沒有改變，只是哈米尼被斬首而已。所以說，這種情況之下，其實對川普來說已經不重要了。你們講什麼不重要，他就是撤兵撤定了。但會這2天又改呢？我認為那個幾率不太大。也就是說，他的選舉在即，他沒有撐到那個時候，而且各州他內部已經有第3波，說第4波很快 No Kings 就會出現，那個壓力大到不行。當所有的這個在伊朗戰爭的成本化成每一戶的那個家庭賬單的時候，他受不了。剛剛講那個數字，把它重新 rephrase 一下。在伊朗戰爭當中的前6天，花了113億美元，平均每1分鐘，平均每一天花掉平均每1分鐘花掉130萬美元，1分鐘花掉130萬美元，這個再有錢呢都沒辦法這樣燒啊！所以他現在五角大廈向白宮提出，向這個國會提出，再給我2000億，白宮說我們繼續審查，甚至逐步審查，看有沒有合理，所以。國會現在猶豫要不要給這個錢投到這個無底洞下去，所以說不定一定會退的嘛。休息一下再回來。